这是一部已经陪伴了我4年的手机，它就是 Samsung Galaxy A51。它曾是我的主力机，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备用机。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Samsung 用久了就会很 lag， 电池有问题，特别是低终端的机型。那这期视频我们来看看在2024年 A51 的表现如何，还能带来怎样的体验，还是它已经走到了尽头，究竟还值不值得继续保留为备用机。先说说它的一个小背景， Samsung 在2019年12月发布 A51， 它是来取代在2019年非常受欢迎的 A50， 而它主要的升级亮点就是相机，换上了一颗更高分辨率的主摄。那在销量表现， A51 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全球 Android 手机销量排行第一，在整年的全球手机销量 Samsung A51 排行第4，成为那年 Samsung 最畅销机型之一。那屏幕前的你也是不是其中一个 A51 的用户呢？当初选择 A51 是因为它的性价比，还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配置，以1300令吉的价格就提供你 6.5 英寸的 Super AMOLED 屏幕，4色的组合镜头，4000毫安时。这些配置在2020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旗舰杀手的一个称号，而我在 Shopee 只用999令吉就将它拿了回来，而且还是一台 128GB、8GB RAM 幻彩黑的版本。老实说，它为我带来了不少的 surprise。 来谈谈设计外观吧。 A51 看起来很漂亮，拿在手上的感觉算不错，可以单手操控。虽然它的背面是由 plastic 制成，但是它加入了一些直条暗纹、X 型的图案设计，还有彩虹色的反光效果，所以让它整个观感会十分吸引人，完全不像是一部入门机的感觉。更为贴心的是， Samsung 为了让你的抓握手感更加舒适舒服，他们将 A51 的边框设计得更加圆润，曲线设计得更加平滑，整机的重量也只有172g， 是蛮轻下的。这样不但能够带来更加舒适的持握手感，同时还可以满足单手操控使用 One Hand Operation。 除此之外， A51 的听筒设计在屏幕上方，那在顶部呢会有一组麦克风。看看这部手机，你能看到电源还有音量键分布在左侧， SIM 卡槽在右侧。它采用3卡槽配置，所以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多 SIM 卡和 Micro SD 卡，而这个 SD 卡它最高支援到 512GB。 那在底部你能看见 USB-C， 也就是 Type-C 的充电口、单喇叭，还有现在新手机都没有的 3.5mm 耳机孔。那刚刚说到SIM 卡槽，我这部的 A51 呢，它的SIM 卡槽已经弹不出来了，再怎么动它也好，它还是卡在里面了的。不过我之前放进去的 SIM 卡 A51 还是能 detect 到的，这就是我第一个面对到的问题。那有没有朋友也是遇到过 SIM 卡弹不出来的情况？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还有解决方法吧。来说说刚刚提到的配置， A51 带来的是 Infinity O 屏幕设计，萤幕长宽比为20:9， 6.5 寸 Full HD Plus Super AMOLED 萤幕，具备32 megapixel 前置镜头，屏幕材质和上一代的 A50 是一样的，依旧是 Super AMOLED， 不是一般的 TFT LCD 屏幕，而它的解像度为2400×1080 Full HD Plus， 它只有60Hz， 不过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AOD。 它屏幕上呢也设有光学指纹的解锁，虽然 Super AMOLED 没有像 Dynamic AMOLED 那么的亮丽，但依旧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色彩鲜艳、细节充足的视觉体验。那它显示影片时颜色也很鲜艳，很吸引人的眼球。浏览 website 或者 document 时，
文字显示出来的效果也十分的清晰，整体表现不俗，特别是在这个价位。不过 A51 它并不支援防水功能，因此我还为它换过了屏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开 speaker， 当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手机都会拿上来贴在你的耳朵旁来听的。那你脸上的油和汗会弄到你的屏幕看起来很肮脏。当我打完电话后，发觉到整个屏幕很油，有汗在屏幕上，然后你去动那个 screen， 整个 screen 就动不到了。它可以开机，所有东西都有方向，就是这个不防水的 screen。就这样，我帮它换了一个新的 screen， 那时的 warranty 还已经过了。那谈到 Samsung 的屏幕，我相信不少人曾经或者现在在经历滤线的问题，特别是在旗舰机型上 Note 和 S 系列上。那我这部 A51 呢还没有遇到，也希望不要遇到。这个问题呢会很头痛，很困扰。那个滤线就像一个闪光弹 ，flash 在你的脸上。而我另外一部 S21 已经遇上了这个问题，不过也算是解决了。关于这个滤线的问题呢，我会出一期视频来说。相机方面 ，A51 采用上方形的镜头设计，4镜头，用上一个 L 字形的排列。它的主镜头为48 megapixels， 广角镜头为12 megapixels， 5 megapixels 微距镜头，还有5 megapixels 的景深镜头。它的主镜头最高可以放大到10倍。在拍摄方面，48 megapixels 的主镜头在日常使用还能够应付。主镜头部分呢，表现是相当不错，细腻度高，颜色也很鲜艳。然而，当用上超广角镜头拍摄时，整体的感觉会比较不清晰，损失很多细节。至于微距镜头 micro lens 的部分，如果平时喜欢拍一些十分细微的物体，这个镜头就会是一个加分项。个人使用下来，拍摄十分细微的东西是颇有难度，但还是可以拍到一些有理想的效果。接下来样张我会拿 A32 5G 和 A51 来做一个比较。那视频质量方面 ，A51 的前后镜头都可以录制 4K 30fps 的影片。此外，在录制方面也可以启用 Super Steady 的防抖功能。以终端机来说，这个模式使用了在这个价位性能非常出色的一个稳定装置。不过，在使用这个 Super Steady 防抖功能的时候，它会限制你，不让你录制 4K 的影片，只能让你录制 Full HD 30fps 的影片。使用下来呢，这个功能真的对拍摄是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现在上视频。
下来说说 CPU 和效能。2020年那时最新的先进制程是7纳米，而7纳米制程的 CPU 都会先用在旗舰机型上，在终端市场可以搭载最新先进制程的手机很少，所以 Samsung 就为 A51 搭载了自家处理器，采用三星10纳米的 Exynos 9611。根据 Samsung 官网的介绍，这颗终端处理器它的内置是有一个人工智能引擎，可以对拍摄的照片提供智能增强，满足拍摄创作需求。核心性能方面 Exynos 9611由8核心构成。GPU 方面是采用 Mali 972 MP3， 是一个3核心的 GPU。但进一步看这个配置，你会发现这可能是 A51 最弱的地方。A51 的这颗终端处理器相当于骁龙 Snapdragon 的6系列，它的体验也远不如其他终端机上的那样，导致在面对一些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App 时会有一些卡顿。尽管它不会闪退，但很明显感觉到那个 lag。来看看 Geekbench 6的跑分，拿 A51 和 A71 来做个比较。A71 是搭载着 Snapdragon 730这颗处理器，那 A51 和 A71 单核的比较下来有 144% 的一个差距，多核有 47.6% 的差距。想必大家都很好奇 A51 和 A55 的性能差距会有多大。那么 A55 呢是搭配着 Samsung 4纳米制成的 Exynos 1480这颗芯片。A55 和 A51 相比之下， A55 在单核性能方面领先 334%， 多核领先 207%。在比较次性能的游戏方面，即便开到最低的画质， A51 还是很难维持高帧率的体验，一直处在30到45 FPS 之间。电池方面， A51 搭配4000毫安时，支持15W 的快充，而实测从48%开始充电到100%，满要2个小时31分钟。对，你没听错，就是2个小时31分钟，要很久很长的时间。这个表现放在2024年，很明显它是不够和现在的新机型来做比较，也不够它们来得好、来得快、来得更高的一个瓦率。那4年以来，我是没有换过电池。让我感到蛮意外的是，即便没有换过电池，普通使用那个续航也可以达到8小时左右，1天1充的程度，要用上1天绝对没有问题。不过我摸到这个 A51 的电池已经肿了，feel 到它的背部有凸起来的感觉，和我当年拿到手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feel，you know， 后面可能就比较平一点。系统方面 ，A51 出厂预载的是 Android 10，并且搭配的是 One UI 2.0 的版本。当年 Samsung 承诺提供3年大版本更新、4年安全性更新给2019年发布的手机，包括 A51 在内。那我这部也已经升级到了 Android 13 One UI 5.0 的版本 ，which means Android 13将会成为 A51 最后的一个 Android 版本。Samsung 已经不会再提供 Android 14的版本更新给 A51。除此之外，有用 Samsung 手机的大家绝对不要错过这款 Good Lock 的 App。Good Lock 是 Samsung 官方提供给 Samsung 手机用来深度定制你的系统的一款应用，里面可以定制你的时间、时钟、键盘、音量、后台等等，很多东西都可以玩。那有机会我会出一期视频关于 Good Lock 的。
A51的底部有一个单扬声器，音质很普通，算还能用，没什么惊喜。插入耳机后可以开启 Dolby Atmos 的音效。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外放的一个 sample。总的来说 ，A51是一部外观漂亮的手机，有色彩鲜艳的 AMOLED 显示屏和非常长的续航时间。由于我这部是8GB RAM 的版本，所以在整体系统的使用体验上不会出现闪退、要重开机的程度。那如果是 4GB RAM 的版本，以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这4年来 ，A51难免都会出了些小问题，虽然效能方面会影响它的使用体验，但我还是会留着它当一个备用机来使用，也希望它可以顺利挺过2025年。那现在 A 系列也已经发布到了 A55这款机型上。更意外的是，这款机型最高提供 256GB 12GB RAM 的版本。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在用这 A51， 还是你们换了 A55， 或者是在等明年的 A56？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大家你的想法，使用体验如何。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并且 subscribe 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